嗨，大家好，我是威尔。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跟我老婆从认识到结婚，又到生下2个孩子的过程。这是我的菲律宾老婆，这是我的儿子吉安，今年6岁了。这是我的女儿欣欣，今年2岁了，已经快3岁了。我们长期生活在菲律宾。我跟我老婆呢是在微信上面认识的。那时候呢，我也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在微信上面找附近的人，刚好呢看到一个头像还蛮不错的。那时候呢，一开始我也不太相信那是他本人的头像，所以呢就抱着好玩的心态跟他聊啊聊的。起初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呢他的头像感觉也像是偷来的照片。大家都知道嘛，现在网上很多都是用着偷来的别人的照片，都不是本人的照片。但是呢，到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公司当时举办活动时化的妆容，所以看起来就比较精致一点。但是在菲律宾这边，建议大家在微信上面一定要警惕一点，因为这边现在在微信上面不是做诈骗，就是做一些偏门的哦，比如说像是人妖啊，或者是专门在绑架中国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大多数呢就是专门用来骗中国人或是一些外国人的。那跟我老婆聊到后来呢，就是开始约出去外面吃饭约会。一开始我对我老婆的第一印象还是挺不错的。那时候呢，她也不会像是别的菲律宾女孩子那样子哦，看到你是中国人就一直想要让你买单。他呢一直都是坚持 AA， 他的理由就是说，我跟你第一次认识，我也没必要让你为我买单，所以给我的第一印象的感觉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不过呢，那时候有遇到一个问题，那时候呢，他刚跟他的菲律宾前男友刚分完手，导致他当时的心情还不太好，还比较没办法接受另一段感情，导致呢我前期一直追求他都不太顺利。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的追求过一个女孩子。我们中国人在菲律宾这边可以说是自带光环的因为呢，中国人在这边也算是比较吃香的。只要你品德没问题，态度真诚，在这边追求起女孩子来，相对来说还是会比国内的还要容易一些。那如果你长得帅的话，而且又多金的话，那就更加另当别论啦。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老哥长相都比我好太多了。如果说像我这样都没问题的话，那对于各位老哥更是不在话下了，对吧？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我都打算要放弃了。突然有一天晚上，我都已经开始睡觉了，枕头旁边的手机突然响起了短消息。我一看，短信里说最近在干嘛？过得还好吗？我一看，当时呢，因为我把他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导致我都不知道那是谁发给我的信息，然后我就回复说你是谁。在这一次的机缘当中，我们又聊到一块去了。之后我们又相约到处去旅行，去了碧瑶大雅台长滩岛等等，去了挺多个地方的。那时候我老婆呢，每次去旅行之前，都会先把一些旅游景点或是几点去哪里的旅行计划都完整的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面。那也正是因为他这个小举动，这些小细节，导致我更加的喜欢他了。之后呢，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的恋情发展得很快。那时候在我生日的时候呢，他也都会给我买礼物，偷偷的买蛋糕给我惊喜。那时候呢，虽然他自己没什么钱，工资呢也不是很高，但是呢，却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一件圣诞节当礼物的衣服。几个月后，我在长滩岛的一家餐厅里向我老婆求婚了。随后，我老婆怀上了儿子。之后呢，我们在我老婆的老家布拉干这边举办了当地的婚礼。虽然呢比不上国内的有多高级，但是呢，当时的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呢，在菲律宾这边，你娶一个老婆，她是不需要像国内这样子一下子要几万块的聘金。我当时呢只付了办理婚礼酒席的钱。当时花了大概15万披索左右，按照当时的汇率呢，大概是2万块钱人民币左右吧。那费用包含了
场地的钱啊，然后一些酒水啊，还有付给工作人员的钱，当然包括给你拍照、负责婚礼拍照的这些人的钱，然后餐点费用等等，这些都有包括在内。总体来说加起来大概就是15万披索左右。那如果有些人呢，比如说你们不太在乎这些东西，甚至连婚礼都可以不用办，在菲律宾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也是娶了一个菲律宾老婆，但是呢，因为他们两个都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当时呢他们只是去把结婚证领一下，他们到现在连婚礼都没有办，那两个人也是过得挺开心的。有时候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这些东西毕竟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结完婚之后，我老婆又帮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候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刚好遇上疫情大爆发。还有啊，那时候菲律宾这边火山也爆发了，当时啊真的是惨不忍睹，接二连三的灾难。我还记得当时啊，菲律宾这边一个口罩都一应难求，真的是太痛苦了。在国内的小伙伴可能都没经历过火山爆发，它的严重性是在它的火山灰。火山灰呢，我们只要吸入人体，它是不能被我们的身体排出去的，也就是说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是很严重的后果，导致呢，我们经常到现在都还挺愧疚的。现在我女儿已经2岁多了，她甚至都没有出去过那种大型的多人的游乐场所，在她满周岁生日的时候也没有举办过周日的生日派对。在菲律宾这边啊，如果满周岁的孩子啊，都是会办一些生日派对啊之类的。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影响，那也只能自己买一个蛋糕，在家里简单的庆祝一下。那像是海滩啊之类的等等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也是一次都没有去过。菲律宾人啊，只要你用心的对待他们真诚的对待他们，他们都会加倍的返还给你。而且大部分菲律宾人来说，都算是挺勤劳的。他们当中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也都是想找中国人亦或是外国人作为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我们在这边作为外国人来说，真的还是算挺吃香的。今天大概这样聊一下，希望能让你们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喽，喜欢我们就关注我，带你体验更多的菲律宾生活。下期见喽，拜。